她是90年代港片中的头号打女，可在此片当中却是一个单花陪衬。为何如此？因为后面还有2个角色美女，一个是名叫宫本的本日杀手，此人最擅长的就是以色诱敌，他专趁对方登顶极乐的一刻猛然出手，其残忍手段可谓是令人发指。老細俾條女冧咗啊！不过刀法仅是宫本的手段之一，作为一名合格且又残忍的顶级杀手，他的枪法也是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比如刚才那名男子的手下想要阻杀宫本，宫本为了护己脱身而使出了狠招。只见他踩着一双高达12厘米的恨天高，并且手里还揣着2柄玩具店买来的喷子，不急不慌，抬手便是一顿子弹招呼。他仅用了短短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这帮手持重武器的家伙全都领取了泡面。宫本虽然够狠，但他也不敢号称第一，因为还有一个名叫小慧的王牌杀手，而小慧一家本是越南某地的贫苦难民，为了让弟弟有个美好舒心的未来，他不得已才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。当然，小慧与宫本的习惯有所不同，他最擅长的就是冷艳扮酷，不过他的枪法已经超越了宫本，就连喷子也比宫本的要先进很多。当他接到前去刺杀丧彪的任务之时，站在门口的小慧立马掏出了2柄连发，如此不及反应的丧彪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。由此可见，这小慧真的是人狠话不多。奈何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太久，所以在小慧心中也逐渐产生了排斥。可她每次想到自己弟弟的时候，即便是有诸多不愿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仿佛间，她又想起了过往的曾经。据说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，小慧与其男友在越南某地遭遇了袭击，碍于对方有着无比精良的装备，其男友为了救她而当场领取了泡面。自那以后，小慧便宛如一个蛇蝎美人。倘若不是为了供弟弟去国外念书，恐怕小慧早就奔赴了男友的后尘。生活虽然辛苦，但也还得继续。在小慧再次接到任务的同时，宫本这边也接到了相同的任务，能让2个女杀手去行刺的家伙，想必他一定是有着神秘的过人之处。没错，此人正是炙手伪钞的大哥陈。碍于他的膝下只有一个宝贝爱女，所以大哥陈就赶紧给他找了一个驸马。不过他的想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2人，一个是大哥陈的侄子荒唐镜，另外一个则是大哥陈的义子马头彪。他俩深知大哥陈招收驸马的用意，于是便赶在婚礼庆典的那个早上，通过大知信这个老谋深算的狐狸，指派小慧与宫本对大哥陈进行了猎杀。可是拿着狙击枪的小慧却贸然失手，他一发下去不仅没有伤及要害，自己还差点成了马头彪的垂手猎物。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，宫本突然杀到，并且还抬手一枪，奈何他的枪法也是有所偏差，因此一击不中便就驾车狂逃。但是荒唐镜又故意制造了一个机会，他让手下护送大哥陈去坐进爱车，岂料眼前的小慧早已观之一切，所以他拿出一枚火箭炮，便是轰的一声，再一回头，大哥陈早已变成了烤鸡，而笑得最开心的自然还是荒唐镜。在宫本被其男友光彪救走的一刻，小慧与赶制现场的互惠中开始了比划。当晚深夜，荒唐镜在酒吧约出了大知信，碍于这是他俩之间的首次合作，最后荒唐镜就提出了一个残忍条件，他想让他帮自己解决那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于是大知信便将光彪给宫本下达了新的任务。做不了，宫本接到的任务是要行刺小慧，而小慧接到的任务同样是要干掉宫本。但是心急的马头彪却又抢先了一步，他在超市遇到小慧的时候立马开始了阻杀，就连老实在家的宫本也是同样的遭遇。不过马头彪的手下明显要弱鸡一等，所以这次交手他没有捞到半点的好处。事情过后，荒唐镜为大哥陈举行了葬礼，并且他还仗着自己与大哥陈有着血缘关系，一言不合就将马头彪的势力全数没收。如此行为可把马头彪气的是鼻孔冒烟，但他只是大哥陈收养的义子，所以在面对荒唐镜咄咄逼人的时候，马头彪除了忍耐也是别无他法。因此荒唐镜再次露出了邪恶般的笑容。晃眼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，胡慧中终于在一家酒吧找到了小慧，可就当他俩准备兵戎相见的一刻，宫本出现，并且还想要扣动扳机，哪知小慧在发现后就是砰的一枪，而此时胡慧中的枪口也对准了小慧，因此3个美女均是不同程度的受伤。之后伴随酒吧宾客乱成一团的时候，马头彪的手下也莫名其妙赶到了现场，不得已3个美女破天荒的首次合作，他们越战越猛，并且还兵分2路。但是宫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此刻她的男友就站在不远处的拐角，如果不是小慧与宫本的身手敏捷，估计导演的故事就要到此为止。在他俩解决完一切的追兵之后，宫本与小慧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随身任务。奈何刚才一战彼此都搭救了对方，所以当美丽带着客人出现的瞬间，他俩从木讷的对峙立马变成了当场倒地。要知道美丽也是一个胆子很大的美女，这晚经过她的精心治疗与耐心陪伴，小慧与宫本的伤势很快就得到了复原。与此同时，马头彪突然找上了荒唐镜，2人本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独行，但是为了干掉2个美女杀手的事宜，马头彪居然把荒唐镜给臭骂了一顿，而荒唐镜也嫌马头彪有点碍手碍脚，于是乎他一个电话就召回了小强。不过就在小强赶回这里的前一天，宫本和小慧竟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，不得了，这可是杀手界的大忌。可眼下他俩肯定是顾不上这些，所以2个美女还相互传授了绝技，比如小慧参透了宫本的持枪手法，而宫本也略知了小慧的独家床技。
当小强出现的时候，已经是隔天一早，而此时的马头彪正在与外商勾结，于是他趁着对方开怀大笑的完美时机，砰的一声就扣下了扳机。再一回头，马头彪已经领取了泡面，随后就连与他勾结的外商也全数报销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小强是真的够狠。碍于其中有着很多不可描述的画面，所以我们就此稍微的简略一点。其大概剧情就是好心的美丽被害，然后小慧带着宫本为他展开了复仇，直到最后。我真係頂你唔順啊！此刻宫本的男友也终于露出了本性，眼看男友就要被他给当场杀之，但是想到彼此的关系却又下不了手。不过这万恶的男友却是毫不留情，真是好险！如果没有小慧的及时出现，恐怕宫本在此刻就已领取了泡面。虽然小慧令他躲过了一劫，可是宫本始終没能逃过小强的毒手。就当小慧准备为其报仇的一刻，他突然听说并且还勾起了回忆。没错，这个小强正是小慧的亲弟弟。點解你做咗呢行？唔係每個男人都可以喺法國讀書㗎。对此，小慧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，自己豁出一切来供他在国外念书，到头来他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这到底是命运的无情捉弄，还是老天有意要安排这对苦难的姐弟？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已为时已晚，因为大知信带着一批人马追到了此处，但好在小慧家里藏了一堆的重型武器，所以双方打了还不到3个回合，大知信就被小慧给轰成了一地碎渣。事情结束，小慧把宫本放上了竹床，他希望大海可以将宫本送回来时的地方。不过这个想法仅是小慧的一厢情愿。与此同时，荒唐镜居然玩起了走私，奈何对方早已清楚荒唐镜的为人，于是便在交易过后来了一招黑吃黑。可这荒唐镜也早有同样的想法，所以前来交易的黑鬼差点就被打成了筛子。像如此万恶之人，岂能容他离开？因此，小慧带着小强对他进行了围杀。这段枪战大戏令人看的是直呼过瘾，可是小慧一个不小心就来了几枪，眼看自己的姐姐就要命丧当场，小强操起一把连发就对准了荒唐镜，岂料这向来无敌的小强只打双脚，所以他很快就被荒唐镜给夺走了小命。不得已，小慧只好使出了终极一招，只见他从地上捡起一把长枪，然后对着荒唐镜便是一顿狂射，如此荒唐镜很快就被打成了癫痫复发。随后在本期故事的结尾，胡慧中把小慧给带回了警局，等待小慧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这是由吴启华和方中信主演的动作港片，而几位女主的演技可谓是非常精彩，不过碍于那些剧情有点过于夸张，所以我们只能稍微的简略一点。